男友烧毁了我刚刚拿回来还来不及打开的录取通知书。他说，我们中一个去上大学，另一个负责打工赚取对方的学费，这叫共同进步，你没有异议吧？我笑着点头，因为他烧毁的是他自己的录取通知书。我们青梅竹马长大后又成了情侣，我爸妈常年在外地，他爸妈离婚多年都不管他了，我心疼他没人照顾，所以我把家里钥匙给他也准备了一份，他想什么时候过来我都欢迎。早上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时并未打开，而是故意放在了桌上最显眼的位置，等着他自己打开这个惊喜。他的录取通知书来得这样早，再加上他这次高考的成绩特别理想，我想录取他的学校至少是985。为了庆祝他考上好大学，一向省吃俭用的我刚刚还特意出门去买了好些菜和水果，甚至还有一个小蛋糕，想帮他好好庆祝一下。没有啊，没看到。出乎我的意料，他居然摇了摇头说没看到。可我明明出去前就把录取通知书放在了桌子上，我记性很好，不会记错的。不应该啊，我出门前明明放桌上了，是一份录取通知书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正要弯腰到处翻找，我想起来了。宋宇忽然拉住了我的手，有些不自在地说，我给烧了。他说完指了指厨房里还在丝丝冒烟的不锈钢垃圾桶。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给烧了？为什么？我连忙冲到厨房，伸手想要抢救一下那正在被燃烧的大学通知书，看起来已经燃烧过半，但只要能救回来一点是一点，这可是宋宇努力读书多年的结果啊。别弄了，已经烧坏了，别把手给烫伤了，我会心疼的。宋宇故作心疼的一把拉住我被火苗烫到的手，不顾我的劝阻，将我拉到沙发那边坐下。因为我们中有一个人上大学就行了。在我的一再逼问下，他终于说出了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，大概是他自己也发现这样做挺无耻的，所以他偏过头去不敢看我。什么意思？我以为我听错了，什么叫有一个人上大学就行了？那另外一个人怎么办？我们俩这次的高考成绩都不错，这么好的成绩不去上大学，难道要去打工吗？没苦硬吃，放着直通的天梯不走，走不满荆棘的弯路。他撕毁自己的大学通知书，该不会是为了去打工吧？是脑子被驴踢了？我实在是不理解。字面上的意思，我认为学费那么贵，我们中应该有一个去上大学为前途而努力，另一个则应该外出打工赚取对方的学费，这叫共同进步，你没有异议吧？宋宇红着脸说道。他也知道这样对我很残忍，可他太想要上大学了。他爸妈离婚时，在他爸妈中谁都没有选，他选择独立，他爸妈就给了他那套老房子和一次付清的5万块生活费，现在5万块已经快被他花完了。他没钱上大学，又不想因为在大学期间勤工俭学被人看不起，然后他就想到了我。他在我家见到那份录取通知书时，误以为出现在我家的通知书就是我的录取通知书，然而他的第一想法不是恭喜我，而是快速毁尸灭迹，撕毁它，再阻止我去报到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只剩下去打工给他赚取大学学费一条路可以走。他认为我这么爱他，应该不会拒绝他的吧？我其实内心里不太认同他的这个观点。可是这样对去打工转学费的那一方会不会很不公平？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的前途，完全放弃自己的前途，这不叫共同进步，叫单方面牺牲。我家条件其实没他想的那么差，他父母离婚时候都选择不要他，但我爸妈只是出国打工，每个月会固定转我1万，因为怕他自卑，所以我一直对他说，我爸妈每隔2-3个月才会给我寄来2-3千。我这几年省吃俭用，即使攒下了一笔钱，有10几万，应该是足够我们俩一起上完大学的。他真的没有必要烧掉大学通知书去打工。然而我话到嘴边，准备对他摊牌时，他居然说，等我大学毕业后就立刻跟你结婚，你打工帮我赚学费的辛苦我会谨记的。直到这时候我才弄明白他的居心，搞了半天他以为那份录取通知书是我的。他烧掉录取通知书不是因为他想去打工供我上学，而是要我放弃前途供他上学。甚至在没和我商量过的情况下，宋宇就私自烧毁了那份录取通知书，然后给我画饼，把话说的那么好听，结果苦全要我吃。扶他来想，真是有够不要脸的。好在我并非恋爱脑，听到这番话，我非但不觉得感动，还十分庆幸自己没有提前告诉他我的家底，否则以他这么能算计的性格，估计早就把我算计的骨头渣都不剩下了。我的家庭情况实际比他想的要好得多。其实这半年来，我勤工俭学是为了陪他吃苦，并不是我穷到要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。见我迟迟不说话，宋宇过来搂着我哄，知道你委屈，待会我给你买甜筒好不好？一个甜筒就想哄我放弃前途，为他赚取4年学费。我越听越觉得自己蠢，以前怎么会觉得他虽然有些抠门，但很爱我？如果他真的爱我，又怎么会对我处处算计，为了他自己的前途不惜毁掉我的未来？但还不到我和他撕破脸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隔壁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去上大学前，我还一直要住在……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笑着说，不委屈啊，既然你烧掉了通知书，那我也没什么好纠结的，我同意共同进步。宋宇以为我是妥协了，他也跟着松了一口气。对，通知书都没了，就别纠结了，去打工。我点点头，顺着他的话说，你对我真好。宋宇嘴角勾起一抹笑，大概是觉得我太好骗，太好哄了。他过了10分钟后，居然好意思找我要钱。对了，我最近手头有些紧，回头去上大学的时候，肯定需要一支新皮箱，你借我1000。如果是以前，我肯定就借了。他曾经以各种理由从我这50、100、500、1000的要，
从来没还过。我想着我们是知根知底的情侣，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，从来没有找他要过。此刻正好提醒了我，我表示我手头最近也紧，你之前陆陆续续跟我借的那些钱，大概什么时候还？我最近头有点晕，想做个全身体检，需要5000多。宋宇连忙顾左右而言他，我兼职时间快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冰箱里有我买的桃子，你别忘记吃。说完，他立刻离开了我家，生怕我立刻让他还钱。看着桌上他吃剩下的外卖垃圾，我抽出外卖袋上的小纸条，上面写着这一单外卖的价格是49，一个早餐吃掉49，在我看来有些偏贵。看来他也没我想的那么穷，他只是习惯了在我面前哭穷，因为他知道我心软，会心疼他。果然，心疼男人就是倒霉的开始。我打开冰箱，里面的确有他买来的桃子，却是他前几天买回来放在他自己冰箱里嫌酸，吃了一个就没有再动过的那一袋。有些不新鲜了，我随手挑了一个，洗干净削皮，吃到嘴里又酸又涩。将那个桃子扔进垃圾桶的瞬间，我觉得宋宇这个男朋友也可以扔了，当然是在物尽其用过后。他这么对我，那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分吧。正想着，门铃声响起，我以为是宋宇忘了什么回，开门才发现是今早那个邮递员，他将另一封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上。刚才邮件太多，这一封被压在底下没找到，刚刚才发现，麻烦你签收一下。我笑着签收了这份录取通知书，邮递员顺口问起早上的事来。对了，你男朋友的录取通知书你转交他了吗？邮递员就住在附近，他对我和宋宇熟悉，知道我们是情侣，所以早上才会将宋宇的录取通知书顺手交给我。我点点头，交给他了，但他反手就给烧了，可能是不想去上大学，也可能是他觉得网上有电子版的录取通知书可以用，我也搞不懂他。邮递员一脸吃惊，但也不好说什么，毕竟这是宋宇的事情，他只负责送邮件，对方怎么处理是对方的权利。送走邮递员后，我打开了这份属于我的录取通知书，看到自己被陈大录取后，我满心的喜悦，太好了，我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。打电话跟父母报喜后，我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封面顺手拍照发了朋友圈，配文是上岸了，撒花。宋宇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，他显得比我还激动。你拍照的录取通知书是我的吗？是不是我的录取通知书被寄来了？是因为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被烧了，所以你才拿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来拍照炫耀？我可以理解你的虚荣，原谅你盗用我的通知书，但只有这一次。他凭什么说我是在盗用他的录取通知书？我心里升起一股无名之火来，直到我忽然想起他的第一志愿也是陈大，难怪他会误会。但想起他的所作所为，我故意说了模棱两可的话。这个的确是邮递员刚才送来的，但你为什么可以肯定这封录取通知书是你的？宋宇觉得好笑，他十分傲慢地回答我，你的都烧没了，不是我的，会是谁的？说完他没再搭理我，在朋友圈和同学群里晒起了从我朋友圈盗图的通知书。群里他自信满满地跟人说，同学们，恭喜我吧，我刚刚收到陈大的录取通知书了。有人夸他厉害，也有人提起了我。你女朋友陈和好像也考上陈大了，到时候你们可以继续做校园情侣，羡慕。宋宇却说，陈和是考上了，但他不一定会去，你们还是先恭喜恭喜我吧。有个同学提议让宋宇请客。班长，你都考上陈大了，这么厉害，不如请全班吃顿饭，你去报道前，我们再聚聚。这句话立刻有人在群里附和，对，去吃牛排自助，就最近爆火的那家，他们家酒水免费。我以为宋宇会拒绝，因为那家牛排自助人均100，全班这么多同学，一顿饭下来6000，他一个在咖啡店兼职，累死累活也就赚3、4千，何必花这冤枉钱？但他被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好消息冲昏了头脑，脑子一热，居然答应了下来。行，我请，就这个下周6。我觉得他简直疯了，那可是6000，不是60块，也不是6块，这笔钱我们要攒多久才攒够？我私信劝他，你现在马上和同学们说聚餐取消，别乱花钱。宋宇没有理我，不知道是没看见，还是因为收到了陈大的录取通知书而飘了。晚上宋宇下班回来，有点饿，来我家找泡面时，我忍不住劝他，宋宇，你不过就是考上了大学而已，有必要这么铺张浪费吗？我们还在兼职，赚钱不容易，真没必要请全班吃饭。这是宋宇第一次在我面前黑了脸反驳我，他说，我现在可是准大学生，我难得出一次风头，你不要扫兴，我以后可是大学生，你一个高中毕业，有什么资格教我做事？什么叫我才高中毕业？明明我也考上了陈大，总成绩还比他高5分，我差点被他的无耻和自大给气笑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是这种？我叹了口气，走到一边坐下继续看电视，心想再忍忍吧，再忍他一段时间，等开学前再和他摊牌。以后我们虽然在一个学校，但不是同一个专业，不是刻意见面，应该也不常遇到。但宋宇比我想的更厚脸皮，他居然说，请客的费用你来出吧，我考上了大学，你作为女朋友多有面子啊！说好像我没考上一样，这一出又一出的，真叫人想到这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冲宋宇冷笑。我记得我也考上了大学，分数还比你高，怎么搞得你有多了不起似的？宋宇急了，因为我从未用这样的语气与他说话。宋宇说，你的录取通知书都没了，你也不打算上了，跟没考有什么区别？我没想到他居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，忍不住回怼道，考上了就是考上了，通知书可以在官网下载电子版的，打印出来后一样有效，谁告诉你纸质的烧了就什么都没了？宋宇沉默片刻后，又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，通知书我已经烧了，这件事开工没有回头箭，你就安心供我上大学吧，等我飞黄腾达后，你就等着做富太太吧。我真是被恶心坏了，吃饼太多给撑的。这一刻我不想再演了，我摊牌了。可是通知书被烧掉的那个人不
不是我啊。宋宇一愣，心里忽然多了一丝不好的预感。什么意思？我笑了，我的通知书是刚刚才拿到的，和你一样也来自陈。我略带戏谑。既然你说开工没有回头箭，那么你就安心认命，打工供我上大学吧。宋宇一开始不相信，你是说我那天烧掉的通知书是我自己的？怎么可能？我的通知书怎么会出现在你家？我耸耸肩表示，那天邮递员没有打通你的电话，正好他知道我们是情侣，就拜托我转交给你。我放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，就是为了拿给你的。可你误以为那是我的大学通知书，却为了让我供你上大学，你问都不问就给烧了。殊不知那是你自己的通知书，不过也不重要了，你自己说过的，烧掉了就该认命。现在轮到你认命了，你去打工吧，我4年的学费都靠你了。宋宇得知自己的大学通知书被烧掉后，先是指责我，你太过分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现在才告诉我。我觉得很好笑。重要吗？那可是你亲手烧掉的通知书，如果重要，你为何还要烧掉？你的前途是前途，我的前途就不是前途了吗？我能在开学前告诉你，已经算是我仁慈了。我毫不给面子的揭穿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绝对不会告诉我。宋宇被我一连串的责问逼得脸颊通红，他终于缓和了态度，他叹了口气说，分手吧，我们不适合。我笑了，他这是占不到我的便宜，所有恼羞成怒了吧？又或者他想以这个作为威胁，让我来哄他别分手。可这一次他打错了算盘，上大学是我的底线。我点点头，那就分，你先前从我这借走的钱，我限你3天内还回来，否则我就去起诉。宋宇没想到我来真的，他肉眼可见的慌张起来，不是多舍不得我，而是他不想还钱。宋宇起身借着兼职要迟到的理由要走，我拦住了他。借款金额我一会儿发你，还有都分手了，我家的钥匙你也该交出来了。宋宇见我这次么硬气的同意分手，他觉得很丢面子，随手将我家钥匙甩在了桌上。还你？谁稀罕每天到你家来吃饭？你做的东西一点也不好吃，钱我就是去和同学借也会还给你，你从我这花掉的钱，回头我也会算一算。我能花宋宇多少钱？他都在我家蹭饭超过1年半了，为了节约钱，我们很少出去约会，偶尔看个电影，还是他请我一次，我又请回来的那种。我觉得好笑，并不在意。到了晚上，宋宇还真发给我一个单子，详细到连他前2天自己放我冰箱里的酸桃子都按市场价计算得清清楚楚，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那种。然后宋宇表示，他虽然欠我6500，但这个单子上的东西值3000，他只愿意还我3500。我一目十行的看完，发现单子上的东西很多都是他买了吃不完或者觉得不好吃，强行塞我冰箱，让我替他解决的。甚至连我们俩一起出门打车的钱，他付过的那几次都让我 A 给他。这么玩是吧？我别的不行，就记性好，再加上我有记账的习惯，我一夜没睡，借助支付软件上的查账功能，奋笔疾书一夜，终于算清了我给宋宇花过多少钱，连同这1年半我们一起吃饭的饭钱，我都用 AA 法算了进去，最后得出结论，宋宇加上之前的3500，一共欠我14000。早上天还没亮，我就把单子给宋宇发了过去，附赠2个字，还钱。宋宇看到单子后，把我的门敲得咚咚作响。在你家吃饭还跟我 AA， 你要不要脸？我丝毫不在怕的，抄起一根擀面杖扛在肩上，打开门跟他好好掰扯。先 A 起来的好像是你，出租车都跟我 A， 还好没跟你睡过，否则套子是不是也要 A 一半啊？宋宇闻言，下意识的又开始强词夺理。你父母都不管你，我是看可怜才跟你交往，你居然跟我这样斤斤计较，我看错了你。宋宇说不过我，试图通过我的家庭环境贬低我，从而让我不要跟他计较。晚了，我本来就不是个恋爱脑，现在就更清醒了。我直接2手抱胸，下了最后通牒。你还有2天筹钱，否则我们法院见。接下来的2天里，宋宇各种给我发消息，希望我能看在以前的感情的份上，别跟他计较，但我都没有回复。终于才在2天的期限还差5分钟的时候，宋宇不情不愿地打来了6500块。是的，只有6500块，其余的钱他不承认了。宋宇说，我们交往期间的正常开销就别 A 了，怪伤感情的。可我们还有什么感情可言？他这么抠的人，我能从他手里拿回那6500块已经很不错了，剩下的他爱给不给吧，毕竟他上大学的钱都还没着落。分手后不用再每天变着法的买菜给他做好吃的，我一个人的饭菜可以很简单，而且他喜欢吃海鲜和反季节的水果价格都比较高，我不怎么喜欢那些，花销也就相对减少了不少。手头一宽裕，我索性把兼职的工作也给辞了，背上包，随即买了一个城市的高铁票，开启了我愉快的暑假旅行。另一边，没了我的帮衬，宋宇的日子可就没那么轻松了。以前我给他做3餐时，他经常抱怨我做饭不够好吃，偶尔还会在我做好饭菜时故意点外卖，吃外卖也不吃我做的饭菜。现在他可以点个够了，宋宇才发现外卖吃多了，不但会腻，而且还很花钱。他以前总抱怨我管束着他，不让他喝酒，也不让他熬夜打游戏。现在没有我监督，短短几天，宋宇就把自己喝到酒精中毒2次。打游戏连续熬了2个通宵后，他走路都是飘的，眼圈黑得像国宝。朋友们看他不过半个月就瘦了这么多，纷纷喊他别折腾了，跟我复合算了。宋宇想起我以前对他的照顾，半个月来第一次给我打来电话。此时我正在大草原上喂羊，接到他的电话时，我很意外。有什么事吗？宋宇想了想说，我想过了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是我太自私，只要你肯跟我复合，以后我们一起上大学，我不让你一个人辛苦，一起兼职赚学费。和他一起赚学费是什么无上光荣的事情吗？他用得着以此当筹码吗？我在外头旅游这半个月，眼界开阔了不少，心情也好，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，现在听见他的声音都觉得烦。不必了，这个机会你留给别人吧，以后在陈大遇到，我们就当陌生人。说完，不等他第2句出口，我就把电话给挂了。再次见面时，
已经临近成大军训，我是赶在军训报名的前几天赶回家的，提着大包小包，刚到小区门口，没想到冤家路窄遇到了宋宇和他的新女友薛小娇。薛小娇以前和我也是同班同学，我和宋宇在一起的时候，薛小娇没少跑来撬我墙角，我没搭理过她。宋宇因为薛小娇比较胖，经常背地里喊她肥猪，看见她都是躲着走的。但没想到这才多久，两人不但好上了，还发展到了同居的关系。宋宇见到我时，下意识拉着薛小娇要走，他觉得自己吃软饭被我碰到这事有点丢人，但薛小娇却偏要在我面前炫耀，他拦住了我进单元的路，然后挽着宋宇说：“陈和，现在宋宇是我男朋友，以后你见到他离他远点。”我丝毫没有给他们留面子。放心，他这种软饭男，我看着都倒胃口，你喜欢尽管拿去。宋宇想跟我吵，但又怕我翻旧账，他强行忍住了脾气，拉了拉薛小娇：“我们回家吧，别和他浪费时间。”薛小娇点点头，对我说：“我跟你不同，你嫌贫爱富，不肯供他上大学，我不嫌他穷，我愿意打工供他大学4年，等他大学毕业，我们就结婚。”又是这一套，宋宇还就这点招数，但薛小娇和我不一样，她信以为真。之后的好几天，不知道是有意无意的，我几乎每次出门都会遇到宋宇和薛小娇在我面前秀恩爱。可我觉得单方面的付出是长久不了的，无论是薛小娇还是我，都不应该为了这样的人渣浪费自己的大好青春。我尝试在薛小娇落单的时候劝她和宋宇分手，但她根本不听，时间一长我就不劝了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陈大开学后不到半年，宋宇就背着薛小娇在学校里谈起了恋爱，我看不过去，偷偷将宋宇在学校谈恋爱的事情匿名发给了薛小娇。薛小娇第2天就杀到了陈大，找宋宇要说法。宋宇嫌丢人，一开始还否认说不认识薛小娇，也没花过薛小娇的钱，直接把薛小娇给气哭了。我赚钱供你上大学容易吗？你居然假装不认识我！你说了大学毕业时就娶我的，你怎么能在学校里找小三？说着，他直接拿出了自己和宋宇的多张合照，甚至是穿着家居服一起在家做饭、打游戏的视频。宋宇的新女友知道自己被删了，直接当众给了宋宇一耳光：“分手吧，渣男！”薛小娇比他更猛，扑过去直接将宋宇压在地上，左右开弓，给了宋宇2巴掌。我也要跟你分手！你这个渣男，你花了我多少钱？都给我吐出来！宋宇的脸颊很快高高肿起，他想回手打薛小娇，被终于赶来的学校保镖给制止了。经此一事，宋宇在学校里算是出名了，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程度。我瞧着这出大戏，心里觉得真解气。还有更解气的，由于宋宇还不上钱，薛小娇直接起诉了宋宇，并且将这件事发到网上，弄得人尽皆知。宋宇想靠兼职赚学费，这下都没人愿意用他了。走投无路时，有人给他出了个宋宇样貌还不错，可以去酒吧当男模。一开始他还有些扭捏，但为了来钱快，他后来还是去了。学费是赚到了，但在那种地方待久了，心思也就很难再放在学业上。没多久，他就因为挂了太多科而被学校开除了学籍，彻底去酒吧当了男模。几年后，我有次和朋友去酒吧玩的时候，还遇到过宋宇。他不知道是不是吃多了助兴的药，还是做整容手术失败，整个人肿得像个发面馒头，瞧着特别油腻。看见我时，他下意识地别过头去，觉得自己现在混成这样，没脸见人。我也假装没看到他，我以后的人生光明璀璨，可不能和这坨烂泥再搅和到一起。可就在我别过头去的那一瞬间，宋宇忽然从卡座上站了起来，他踉踉跄跄地朝我这边走来，手里还拎着半瓶酒。陈赫，他叫了我的名字，声音沙哑的不像话。我停下脚步，朋友小声问我认识？前任。我简短的回答。宋宇已经走到了我面前，他浑身的酒气熏得我往后退了半步。宋宇盯着我看了好几秒，忽然笑了。你现在过得挺好。跟你没关系。我准备绕开他走，他却伸手拦住了我。别急着走啊，老情人见面聊几句怎么了？我冷冷的看着他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有。宋宇的眼睛红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被学校开除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。我觉得可笑。想我干什么？想我再去打工，供你上大学？宋宇被我的话噎住了，他身后的卡座上传来几个男人的起哄声。宋宇，这美女谁啊？介绍介绍。宋宇没理他们，他死死地盯着我。我当时烧掉的要是你的录取通知书就好了。这话让我彻底火了。你说什么？宋宇借着酒劲，把心里话全倒了出来。要是烧掉的是你的，现在混成这样的一定是你。我早就大学毕业了，说不定已经在大厂当上了高管。薛小娇那个蠢女人也不会起诉我，我根本不用来这种地方陪酒。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朋友拉住我的胳膊，别跟这种人废话，我们走。可我没动。我看着宋宇那张浮肿的脸，忽然笑了。宋宇，你知道你这辈子最蠢的事是什么吗？他愣了一下，我继续说，不是烧错了录取通知书，也不是被薛小娇起诉，而是到现在你还觉得毁掉别人就能成就自己。宋宇的脸涨得通红，他举起手里的酒瓶，看样子是想砸。可就在这时候，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，稳稳地扣住了他的手腕。宋宇，别在这闹事。来人是个穿着酒吧工作服的年轻男人，看着面生，但语气里透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宋宇看见他，气焰顿时矮了半截。周哥，我就是跟老朋友聊几句。聊完了。那个叫周哥的男人松开手，回去坐着，别影响其他客人。宋宇咬着牙看了我一眼，最终还是转身回了卡座。我松了口气，对那个周哥点了点头，谢谢。他摆摆手，没事。宋宇在这干了半年，什么德行我清楚，你是他前女友。我嗯了一声，他笑了笑，那他可亏大了，
我没再接话，和朋友找了个位置坐下。可这晚之后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3天后，我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里写着：陈和，我是宋宇，那天晚上喝多了，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我就是心里不平衡，凭什么都一样考上了大学，你能顺顺利利毕业，我却落到这步田地。我看着这条短信没回复，他又发了一条：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最近手头紧，房租都交不起了。我直接把号码拉黑了。可宋宇换了个号码继续发：陈和，你至于吗？就算分手了，我们也算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吧？你现在工作那么好，一个月好几万吧，借我几千块怎么了？你别逼我。最后这条短信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他什么意思？我没等来他的下一条短信，却等来了我妈的电话。小何，你今天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我一愣，怎么了？妈的声音里透着担忧。刚才有人往咱家门口泼了红油漆，还贴了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和还钱2个字。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。宋宇，我立刻报了警，又给物业打了电话调监控，监控里清清楚楚地拍到了宋宇的身影。他拎着一桶红油漆，大摇大摆地走进单元门，出来的时候桶已经空了。警察很快把他抓了。在派出所里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蔫了。我就是想吓唬他。他耷拉着脑袋。我没真想怎么样。警察问我，你想怎么处理？我看着宋宇那张脸，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，那时候我们还是邻居，他会在下雨天把伞让给我，自己淋着跑回家。他会在我爸妈不在家的时候给我送他妈妈做的饺子。他会在我考试考砸了的时候摸着我的头说，没事，下次努力就行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是从他爸妈离婚，谁都不肯要他的那天开始吗？还是从他发现哭穷能换来我的同情和照顾开始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眼前这个泼油漆的男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宋宇了。我要求依法处理。我对警察说。宋宇猛地抬起头，陈和，你至于吗？就泼了点油漆，我又没伤着你。我没看他。走出派出所的时候，天已经黑。朋友在门口等我，见我出来，递给我一杯热奶茶。处理完了。我点点头。他会被拘留几天？不知道，看警方怎么处理吧。朋友叹了口气。你说他图什么？本来好好道个歉，也许你就不追究了，非要做。我没说话。是啊，他图什么呢？可我知道，宋宇这种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错了，他只会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。宋宇被拘留了10天，出来那天，他给我发了最后一条短信：陈和，咱俩的账两清了，以后在路上碰见就当不认识。我删了短信，没回复。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可半个月后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喂，是陈和吗？我是薛小娇。我愣住了。薛小娇，那个被宋宇骗了钱、打了官司的薛小娇。你找我有事？我问。薛小娇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我想跟你聊聊宋宇，方便见个面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。见面的地点约在我公司楼下的咖啡厅。薛小娇比几年前瘦了很多，也憔悴了很多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卫衣，坐在角落里，看见我进来，冲我招了招手。薛小娇说：好久不见。我在她对面坐下。找我什么事？薛小娇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特别恨你。我一愣。我觉得是你不要宋宇了，才把他推给我的。她低下头。我以为我能把他改好，能让他真心对我好。我没说话。薛小娇继续说：我打工供他上大学，一天打3份工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他呢，拿着我的钱在学校里抛别的女生。我知道。我说那事是我告诉你的。薛小娇点点头。我知道是你，我当时挺感激你的，可后来我又恨上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让我看清了他，也让我看清了我自己有多蠢。薛小娇的眼圈红了。我起诉他，让他还钱，可他哪有钱还？官司赢了又怎么样？我1分钱都没拿回来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薛小娇擦了擦眼睛。我今天找你是想跟你说，宋宇又来找我了。我心里一紧。找你干什么？他说他知道错了，想跟我复合。薛小娇苦笑。他说他现在在酒吧工作，每个月能挣不少，愿意把钱还我。你信？薛小娇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我一开始不信，可他天天来找我，给我送吃的，帮我干活。我想，也许他是真的改了呢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忽然明白他今天为什么来找我了。你是想问我他会不会改？薛小娇点点头。我沉默了很久。薛小娇，我只能告诉你我看到的。我慢慢说。宋宇在被拘留之后给我发过一条短信，说我们的账两清了。你觉得一个真的知道自己错了的人会说出两清了这种话吗？薛小娇的脸色变了。我继续说。他不是知道错了，他只是发现靠自己活不下去。薛小娇低下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抬起头，冲我笑了笑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他起身要走，我忽然叫住他。薛小娇。他回头看我。你也不欠他的。我说。薛小娇愣了一下，然后眼泪涌了出来。他没再说话，快步离开了咖啡厅。我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了，可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一张请柬。薛小娇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宋宇。婚礼那天，我去了。薛小娇穿着白色的婚纱，挽着一个憨厚老实的男人的手，笑得特别灿烂。他看见我，冲我挥了挥手。婚礼结束后，他特意找到我。谢谢你那天的话。他说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又掉进去了。我笑了笑。是你自己清醒的。薛小娇摇摇头。我是真的想明白了，宋宇那种人永远不会满足。你给他1寸，他要1尺；你给他1尺，他要1丈。你给的再多，他也觉得不够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知道他是真的走出来了。新郎人挺好。我问。薛小娇笑了。挺好的，是厂里的工友。他不嫌弃我被人骗过钱，还帮我一起还债。那挺好的。薛小娇看着我，忽然说。陈和，你比我清醒。我那时候还笑话你嫌贫爱富，现在想想，蠢的是我。我没说话。他拍拍我的手。以后常联系。
我点点头。走出婚礼现场的时候，天边铺满了晚霞。手机响了，是公司发来的消息，问我下周的出差安排。我回了个收到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。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宋宇了，可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是爱开玩笑。2年后，我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另一个城市。新公司附近有条很热闹的夜市街，我偶尔会去那里吃宵夜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同事加完班去夜市找吃的，走到一个烧烤摊前，同事忽然拉了拉我的袖子。哎，你看那个烤串的像不像个明星？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一个穿着油腻围裙的男人正在烤串，火光映着他的脸，是宋宇。他瘦了很多，脸上的浮肿消了，但眼角的皱纹深了。他专注地翻着烤串，偶尔用袖子擦擦汗。我没出声，拉着同事在旁边的空桌坐下。宋宇没看见我，他忙得脚不沾地，一边烤串一边招呼客人，偶尔还要被老板娘骂2句。宋宇，快点，3号桌的串儿都等半天了。来了来了。他小跑着把串送过去，又小跑着回去继续烤。同事小声问我，你认识他？我点点头。以前邻居。要不要打个招呼？我想了想，摇摇头，算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吃完宵夜，我起身结账，走到烧烤摊前，宋宇正低头刷酱料。多少钱？我问。他抬起头，那一瞬间，他愣，手里的刷子掉在了烤架上，溅起的火星烫了他的手。宋宇也没反应过来。陈和。他叫我的名字，声音哑得厉害。我看着他那张被油烟熏得发黄的脸，忽然不知道说什么。旁边老板娘喊他，宋宇，愣着干什么？干活。他回过神，低下头继续刷酱料。62。他说。我扫码付了钱，转身要走的时候，他忽然开口，陈赫。我停下脚步，他背对着我，声音闷闷的，当年的事，对不起。我没回头。知道了。说完，我走了，身后传来老板娘的声音，宋宇，你哭什么？他没回答。走出夜市街，同事问我，他跟你道歉呢，你怎么不回头？我想了想，说，没必要了。真的没必要了。他的道歉我等了很多年，可当他真的来了的时候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后来的日子，我偶尔会想起宋宇，想起他站在烧烤摊前被油烟熏得睁不开眼睛的样子，想起他说对不起的时候颤抖的声音，想起老板娘问他哭什么的时候他沉默的背影，可也只是偶尔想起而已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朋友，我去了很多地方，见了很多人，做了很多事，我过得很好。1年后，我回老家过年，我妈在饭桌上忽然提起宋宇，听说他回来了。我妈说在镇上开了个烧烤店，生意还不错。我夹了一筷子菜。啊？他还问起你了。我妈看了我一眼，问我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挺好的。我妈说。他听了，愣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那就好。我没说话，我妈叹了口气。其实他小时候挺好的，怎么长大就变成那样了呢？我看着窗外的烟花，没回答。是啊，他小时候挺好的，可人都是会变的，有些人变好，有些人变坏。宋宇选择了那条路，就得自己承担后果。年后回城的那天，我路过镇上的那条街，街角新开了一家烧烤店，招牌上写着宋记烧烤，门口站着个人，正在往炉子里加炭。是宋宇，他比1年前胖了一点，脸上有了些血色，看起来精神多了。他抬头看见了我，我们隔着一条街对视了几秒，然后他冲我点了点头，我也点了点头。绿灯亮了，我踩下油门，车子驶过那条街，驶过那个街角，驶过那个曾经让我恨过、怨过、也心疼过的男人。后视镜里，他还在门口站着，一直看着我的车消失的方向。我没回头，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，长到我根本顾不上回头。回到城里后，生活照旧。公司里新来了个同事，叫林深，是我的搭档。他话不多，做事利落，跟我配合的挺好。有次加班到深夜，他忽然问我，你以前是不是受过情伤？我一愣，为什么这么问？他笑了笑，因为你工作起来不要命的样子，像是在逃避什么。我想了想，没回答，他也不追问，只是递给我一杯咖啡。别太拼，日子还长。那天之后，我们走得近了些，偶尔一起吃个饭，偶尔一起看个电影，偶尔一起加个班。我妈打电话来问，有对象了吗？我说没有。她说那个林深挺好的，可以考虑考虑。我笑了。你怎么知道林深？她说你朋友圈发过合照，我看见了。我翻翻朋友圈，还真发过一张聚餐的照片，林深坐在我旁边。我没解释，有些事情解释不清楚。直到有一天，林深约我出去，有个地方想带你去。他说我跟着他去了，是个小山村，藏在深山里头，风景好的不像话。这是我老家。他说我小时候在这儿长大的。我有些意外，你从来没说过。他笑了笑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个普通的小村子。我们在村子里走了很久，看了他小时候爬过的树，游过的河，念过的小学。傍晚的时候，他带我去了村后的一座山，站在山顶，整个村子尽收眼底。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这儿。他说站在这里往下看，就觉得什么事儿都不算事了。我看着远处的炊烟，忽然有些懂了。林深，我叫他，他转头看我，我想了想，问你是在追我吗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是。他说追的还挺明显的，你一直没发现吗？我看着他，心里忽然软了一下。发现了。我说就是想等你亲口说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很认真。那我说了，陈和，我喜欢你。山风吹过来，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。我点点头，知道了。他等了一会儿，见我没下文，急了。知道了是什么意思？我笑了。知道了就是知道了。林深挠挠头，有些无奈。你就不能给个准话吗？我故意逗他。不能。他叹了口气，伸手拉住我的手。那我继续追。我没挣开。那天之后，林深追得更明显了。每天早上给我带早餐，中午给我泡咖啡，晚上送我回家。同事们起哄。林深，什么时候请喝喜酒？他不回答，
只是笑着看我。我被看得有些不自在，低头假装看文件，可心里其实是欢喜的。有一天，我们加班到很晚，出了公司门，发现下大雨了。林深把手罩在我头上，拉着我跑向停车场。上车之后，我们浑身都湿透了。他看着我的狼狈样，忽然笑了。笑什么？我问。笑你像只落汤鸡。他说。我瞪他一眼，他凑过来，在我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。我愣住了，他也愣住了。车里安静了几秒，只有雨刷器在来回摆动。那个。他开口，我没让他说完，我凑过去，在他唇上亲了一下。这回轮到他愣住了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坐回座位上，系好了安全带。走吧，我说。送我回家。林深看着我的侧脸，笑了。好。那天晚上，他送我到家门口，我下车的时候，他忽然叫住我。陈和。我回头看他，他认真的说。我是认真的。我点点头。我知道。你呢？他问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我想了想，说。我也是。他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后来的事顺理成章，我们在一起了，见了家长，订了婚，开始筹备婚礼。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，逢人就说我闺女要结婚了，女婿是个好人。林深的爸妈也喜欢我，每次见面都给我做好吃的，日子平淡却踏实。婚礼前夕，我回老家收拾东西，在一个旧箱子里翻出了当年的录取通知书，那张差点被烧掉的属于我自己的录取通知书。我坐在床边看着它，想起了很多事，想起那年夏天，我提着大包小包回家，看见宋宇坐在沙发上玩打火机，想起他说我给烧了的时候脸上那点不自在，想起我知道真相之后那种从头凉到脚的感觉，想起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心里那点报复的快意，也想起后来的一切。烧烤摊前那声对不起，街角那家宋记烧烤，后视镜里那个一直看着我的身影。我把录取通知书放回箱子里，盖上盖子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婚礼那天来了很多人，同事、朋友、亲戚，坐满了整个宴会厅。林深穿着西装站在台上等我，我挽着爸爸的手一步一步走向他。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忽然看见了角落里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宋宇。他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，静静地看着我。看见我注意到他，他冲我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我愣了一下，继续往前走。林深握住我的手，小声问：怎么了？我摇摇头，没事。婚礼进行得很顺利，交换戒指，喝交杯酒，敬酒，切蛋糕，热闹了一整天。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。林深喝了酒，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。我看着他的睡颜，忽然有些感慨，人生这条路真是说不准。你以为会陪你走到最后的人，半路就走散了；你以为永远不会再有交集的人，偏偏又会遇见。而真正陪你走到最后的人，往往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。手机响了一下，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陈和，祝你幸福。没有署名，我知道是谁。我删了短信，靠在林深肩上，闭上了眼睛。第二天，我们飞去了海边度蜜月，阳光、沙滩、海浪，美得不像话。林深拉着我在沙滩上走，忽然说：其实我一直想问，你以前是不是受过很重的情伤？我看着他，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你刚来公司的时候，浑身都是防备。他说，对谁都客客气气的，从不让别人靠近。我没说话，他继续说，后来慢慢好了，但还是有距离感，直到那天在山顶，你才真正对我放下防备。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林深，你知不知道你很聪明？他愣了愣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踮起脚，在他耳边说，你猜对了。他一把抱起我，在海边转了好几圈。放下就好。他说，以后有我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笑出了眼泪。是啊，以后有他了，那个愿意站在山顶上陪我看风景的人，那个在雨夜里给我挡雨的人，那个认真追我、认真爱我的人。宋宇只是我生命里的过客，林深才是归途。蜜月回来后，我收到了一个包裹，寄件地址是老家镇上那家宋记烧烤。打开一看，是个旧铁盒子，盒子里装着一张照片，是我们小时候的合照。照片上，我和宋宇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拿着冰棍，笑得没心没肺。照片底下压着一张纸条：陈和，这张照片我留了很多年，本来想还给你的，但想来想去，还是留给我吧，就当是个念想。别回信了，我不会再打扰你，好好过你的日子。我看了很久，然后把铁盒盖上，放进了储物间的最深处。谁寄的？一个老朋友。他没再问，日子继续过。1年后，我生了个女儿，林深高兴的不行，天天抱着女儿不肯撒手。我妈来帮忙带孩子，天天念叨，这孩子长得像小何小时候一模一样。我笑着看他们，心里满满的。有次回老家，路过那条街，宋记烧烤还在，但招牌换了新的，门口站着个女人，正在招呼客人，不是我认识的人。我停下车，走过去买了份烤串，女人手艺不错，烤得外焦里嫩。老板娘，生意挺好。女人笑笑，还行，糊口而已。这家店开了多久啦？3年了吧。他说，我是去年盘下来的，以前的老板不干了。以前的老板去哪儿了？他摇摇头，不知道，听说去了南方，再也没回来过。我点点头，拿着烤串回了车上。林深问我认识，我说以前邻居。他没再问。车子驶过那条街，驶过那个小镇，驶向回家的路。后视镜里，那个小镇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。女儿在后座咿咿呀呀的叫着。林深握着方向盘，偶尔转头看我一眼。我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阳光正好，风也温柔。我想起很多年前，有个男孩在雨里跑，把伞让给我。我想起他站在我家门口给我送饺子。我想起他说烧了的时候，脸上那点不自在。我想起他说对不起的时候，颤抖的声音。我想起婚礼那天，角落里那个转身离开的背影。那些往事像一场遥远的梦，梦醒了，人散了，日子还得过。现在我过得很好，有爱我的人，有可爱的女儿，有喜欢的工作，有踏踏实实的每一天，这就够了。至于宋宇，愿他在南方也能找到自己的路，毕竟我们都得往前走，谁也回不去了。某个周末，我带女儿去超市，路过生鲜区的时候，她忽然指着冰柜里的鸡翅喊：“妈妈，烤烤！”我愣了一下，
然后笑了。好，今晚让爸爸给你烤。林深最近迷上了烧烤，在院子里支了个炉子，隔三差五就要露一手。买完东西回家，林深在院子里生火，女儿蹲在旁边看，小脸被烟熏得皱成一团。我看着他们，忽然想起那年夏天，宋宇站在烧烤摊前，被油烟熏得睁不开眼睛的样子。手机响了一下，是公司发来的消息，下周一开会要用的材料。我回了个收到，顺手把那条消息删了。妈妈，女儿跑过来，举着一串刚烤好的鸡翅。爸爸说好了，给你吃。我蹲下来咬了一口，好吃吗？她眼巴巴地看着我。好吃。林深在院子里喊，别光顾着吃，过来帮忙翻串。我应了一声，牵着女儿走过去。夕阳西下，院子里飘着烧烤的香味，那些过去的事像这烟一样，散了就散了。